30分钟读懂一个人，以故事为枕，以人生为背。这里是今夜读懂他，我是小军，我们开始吧。有没有一个人，他受了天下最耻辱的刑罚，却写出了天下最伟大的史书？有没有一个人，他被皇帝毁掉了身体，却用一支笔把那个皇帝写进了历史里？有没有一个人，他活着的时候什么都不是，他死了2000年，每个中国人都在读他的书？他是司马迁。公元前145年，司马迁出生在陕西韩城。他的父亲叫司马谈，是汉朝的太史令。太史令这个官儿不大，管的是天文、历法、史料。但司马谈是一个有抱负的人，他觉得从孔子以后，没有人好好写过历史了。他想写一部书，把从三皇五帝到汉朝的历史都写进去。他没有写完，他没有那个才华，他把这个愿望留给了他的儿子。司马迁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，他父亲在长安做官，他在老家读书。他读尚书，读春秋，读左传，读国语。10岁那年，他已经能背诵很多古文了。20岁那年，他父亲说，你不能只在书斋里读书，你得出去看看。于是司马迁收拾行李，一个人上路了。他从长安出发，往南走。他到了会稽山，看大禹的墓。他到了汨罗江，站在岸边，想起屈原，他哭了。他到过山东曲阜，去孔子的庙里拜了拜。他到过江苏徐州，听老人讲项羽的故事。他到过江西九江，看长江。他到过湖南，找舜帝的坟。他走了大半个汉朝。那时候没有火车，没有飞机，他全靠2条腿。司马迁这次出门不只是看风景，他在找证据。他读古书，书上写大禹治水，在会稽山开大会，他就去会稽山看看有没有遗迹。书上写屈原投汨罗江，他就去江边站一会儿，想象那个人的背影。书上写孔子教书，他就去曲阜找孔子的后人聊聊。他后来在《史记》里写了很多东西，不是从书上抄的，是他自己去看过的。他见过的人，走过的路，爬过的山，渡过的河，都写进了那本书里。38岁那年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病倒了，病得很重，快要死了。司马迁赶回去看父亲，司马谈拉着他的手说，我这一辈子没有做成什么大事，我想写一部史书，没有写成。你是我的儿子，你要替我写完。司马迁跪在父亲的床前说，我一定写完。司马谈死了，司马迁接替父亲的职位，做了太史令。他站在皇家图书馆的书架前，看着满屋子的竹简，对自己说，我要写一部前无古人的史书。但他还没有开始写，政治就找上了他。当时汉朝的皇帝是汉武帝刘彻，这个人功业很大，脾气也很大。他打匈奴，开西域，定西南夷，把汉朝的版图推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地方。但在他晚年，他多疑、暴躁，杀人如麻。47岁那年，司马迁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劫难。那一年，汉朝派李陵去打匈奴。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，带着5000步兵跟匈奴8万骑兵打了8天8夜，箭射光了，粮食吃完了，援兵没有来，最后李陵投降了。消息传到长安，满朝文武都骂李陵。汉武帝问他，你觉得呢？司马迁说，李陵带着5000步兵跟8万匈奴骑兵打了8天，杀敌过万，他打到最后箭都没了，救兵也没来。他不是真想投降，他是没办法，他的功劳够赎他的罪了。他说的是实话。但汉武帝不爱听实话，他觉得司马迁在骂他，骂他派了猪一样的援兵，骂他不信任前方的将领。汉武帝大怒，把司马迁关进了大牢，廷尉判了死刑。
在汉朝，死刑有2种办法可以免：一，拿50万钱赎；二，受宫刑。宫刑就是把男人阉了，那不是一般的刑罚。一个男人受了宫刑，就再也不算男人了，不能进祖坟，不能当官，走到哪里都被人看不起，那比死刑还难受。司马迁没有50万钱，他不穷，但那笔钱他拿不出来。他在牢里关了3年，他给朋友任安写了一封信，信里有这样几句话，你肯定听过：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他说，我不怕死，但我不能死。我的书还没有写完，我要是死了，谁替我写完那部史书？他选了宫刑。司马迁从牢里出来，已经不是原来的司马迁了。他的身体坏了，他的名声也毁了，朝堂上的人笑话他。他走过，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，他听到了，他不说话。他回到家，坐在书桌前，开始写《史记》。那间书房不大，一张桌子，一盏油灯，一堆竹简。他以前写文章手很稳，受了刑以后身体垮了，手有时候会抖。他写得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刻，刻错了用刀刮掉，重新刻。他写了13年，《史记》一共130篇，526500字。他写三皇五帝，写夏商周，写春秋战国，写秦始皇，写刘邦项羽，写汉武帝。他写了3000年的历史。他不只看皇帝，他看所有人。他写刺客，写游侠，写商人，写算命先生，写滑稽人物。他说，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他要的不是记录历史，他要的是懂历史。《史记》里有一篇《项羽本纪》，项羽不是皇帝，但司马迁把他放进了本纪。他觉得项羽虽然没有当天子，但他在那几年里管着天下，应该写。他写项羽输得很惨，但在他的笔下，项羽像一个英雄。司马迁看不起赢的人吗？不是，他觉得输赢不重要，怎么输的才重要。《史记》里有一篇屈原贾生列传，屈原是楚国的大夫，被流放了，最后跳了汨罗江。司马迁写他像在写自己，他也被流放了，他也被人看不起，他也想跳江，但他没有跳，他选了更难的那条路。《史记》写完了，写完的那天，史书上没有记载，没有人知道他有没有哭。他用了13年写完了一部52万字的书，在没有电脑、没有电灯、没有暖气、没有人帮忙的情况下。《史记》写成之后，司马迁消失了，史书上再也没有他的消息。他的生卒年写的是不详，他活了多少岁不知道，他葬在哪里不知道，他有没有后人不知道。他把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了那本书里，他把名字刻在了那些字的缝隙里。你在第1行找不到他，你在中间也找不到他，你只有读完合上书，封面上写着司马迁。他死之前给任安写了那封信，信的最后一句是：要知死日，然后是非乃定。等我死了，是非才能定下来。他知道活着的时候别人怎么说他都不重要，他等的是身后。2000年后，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司马迁，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。他没有墓，没有碑，没有后代。他不留这些，他留了一本书，那本书就叫《史记》。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。绝唱，唱完了再没有人能唱出来。离骚，屈原写过离骚，离是离别，骚是忧愁。司马迁没有忧愁，他只剩平静。司马迁教给我们的是，不是历史，是忍。他忍了宫刑，忍了所有人的白眼，
忍了朝堂上的嘲笑，忍了那个冬天，忍了那盏灯，忍了那一刀一刀刻在竹简上的声音。他把自己塞进那间书房里，一塞就是13年。有人问他恨汉武帝吗？不知道，但他写汉武帝的时候没有敷衍，该写的事一件都没漏，该说的话一句都没少。他没有把汉武帝写成昏君，也没有写成圣人，他把他写成了一个有本事、有脾气，也会做错事的人。汉武帝要杀他，他没有跑；汉武帝把他变成太监，他没有垮；汉武帝让他当中书令，他没有谢恩。他做完该做的事走了。史记里有一篇《伯夷列传》，伯夷和叔齐是商朝的2个贵族。周武王灭了商，他们觉得吃周朝的粮食是耻辱，躲在首阳山上采野菜吃，最后饿死了。司马迁写他们写得特别长，他在替自己说话。他可以不做官，但要做完那件事；他可以不吃周朝的粮食，但要写完那部书。他不饿死在首阳山，他饿死在书房里。史记里还有一篇《太史公自序》，他自己写自己的传记，他把自己放在全书的最后。他说：“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，你们拿去读吧。”司马迁走的那天，没有人送他，他把自己关在那间书房里，灯灭了，没有人再去点，那一屋子竹简堆在那里，等着风干，等着重铸，等着被人遗忘。但有人记住了。汉宣帝的时候，司马迁的外孙杨运把那部书献了出来，从此以后每一代人都读，唐朝人读，宋朝人读，明朝人读，清朝人读，我们读。如果我们不读，以后也会有人读。只要汉字还在，史记就在；只要史记还在，司马迁就在。他没有骨头，也没有墓，他的骨头被烧了，他的墓没有人知道在哪里，但他的名字比那些皇帝的名字活得久。汉朝那么多皇帝，你记得几个？汉武帝，然后呢？汉景帝、汉文帝、汉宣帝，你大概要想一想。但司马迁不用想。有一句话是鲁迅说的：“世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。”8个字说完了，但鲁迅没有说那8个字底下压着一个人，一个受刑之后没有死的人，一个在油灯下做了13年的人，一个把自己刻进竹简里，最后只剩下名字的人。他的名字叫司马迁，他写的书叫《史记》。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之所以忍辱偷生，是因为我害怕没事而文采不表于后，我怕我死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那些事了。”他把自己忘了，他把那些事记下来了。夜深了，你想一下那个画面，2000多年前，一个男人坐在一盏灯前，周围的人不跟他说话，他在写字，竹简很重，墨很黑，手很抖。他写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他没有写成自己，他写成了历史。那个人不是弱者，他是泰山。司马迁写过一个人叫程婴，春秋时候的。赵家被人害了，全家只剩一个孤儿。程婴把自己的孩子交出去替死，把赵家的孤儿养大。司马迁写他写了很长，写他忍了15年，最后把孤儿交还给赵家，然后自杀。司马迁在程婴身上看到了自己，他也是忍到他做完那件事。他写《刺客列传》，豫让为了给主公报仇，栖身吞炭，把自己的脸毁了，嗓子毁了，最后没有刺成，但他说了一句：“是为知己者死。”司马迁记下了这句话。他的知己是谁？是父亲，是那些竹简，是那个他还没有写完的史书。他不能死，他要写完。他写《游侠列传》，郭解是一个民间人物，替人出头，替人摆平事情，最后被官府杀了。
司马迁觉得这种人比那些当官的强，他们讲信用，讲义气，说到做到。司马迁一辈子遇到的人里面，有几个讲信用的？他遇到了，他在书里把他们写下来了。他写货殖列传，他写商人，写怎么赚钱，写怎么花钱。他说天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了利，这话在2000年前说出来，胆子不小。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，他只知道书不能写假话。他受的罪已经够多了，他不怕再多一条。他写李将军列传，李广一生打匈奴，到老没有被封侯，最后迷路了，自杀了。司马迁写他写了4个字：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桃树李树不会说话，但它的花好看，果好吃，人们自然在树下走出路来。李广不会说话，司马迁也不会说话，但他们留下路了。司马迁不会说话，不是不会说，是没人听。他在朝堂上说过一次，被关进大牢；他在信里说过一次，朋友不敢回信，他就不说了。他把话写在竹简上，竹简不会顶嘴，不会告状，不会在背后指指点点，竹简只会一个字一个字地接着。等他写完，等有人来读。史记里有一篇酷吏列传，他写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官，他没有骂他们，他把他们做的事写出来，杀了多少人，怎么杀的，为什么杀的。他自己读，自己也怕。那些人还在朝堂上坐着，他写的时候手应该也在抖，但他没有停笔。他写平准书，写汉武帝怎么打仗，怎么花钱，怎么把国库打空了。他写得很细，数字都记着。打仗的仗他替汉武帝算了一遍，没有人让他算，他自己要算。他要把这件事留给后人看。史记里写了很多失败的人，项羽输了，屈原死了，李广没有封侯，荆轲没有刺中，司马迁把他们都写进了列传和本纪。他觉得输赢不重要，一个人怎么输的，输了以后怎么站着的才重要。他自己就是站着输的，他站了13年，油灯底下一站就是一整夜。他的腰不行了，眼睛也不行了，他还在写。他写究天人之际，想弄明白老天爷和人是怎么回事。他写通古今之变，想弄明白历史是怎么变的。他写成一家之言，想说出自己的那一点想法。他写完了526500字，放下来整张桌子都铺满了。他没有笑，他可能哭了，也可能没有。他一个人坐在那间书房里，外面没有人知道他写完了。他把竹简一卷一卷捆好，放在架子上。他想，如果有人读就好了。有人读了。汉宣帝的时候，他的外孙杨运把那部书献给了朝廷。那时候司马迁已经死了好多年了，朝廷里的人看了吓了一跳。这本书跟以前所有的史书都不一样，他写人，写事，写成败，写生死。他不替谁说话，他替事实说话。从那时候起，每一个朝代都有人读史记。唐朝的韩愈读，宋朝的欧阳修读，明朝的归有光读，清朝的顾炎武读。他们读完了写文章，说这是天下最好的史书，没有人写得过它。后来的史书都照着史记的样子写，但没有人写得过它。史家之绝唱的意思就是司马迁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。他那种写法，他用生命换来的那种比例，后来的人学不来。不是不想学，是做不到。你没有经历过他经历的那些，你怎么写得出来？司马迁的墓在韩城，今天你还能去。那里有一座山叫支川，墓在山坡上，墓碑上刻着汉太史司马公墓。墓前有司马光的题字，有韩城人的香火，但那个墓里没有他，没有人知道他葬在哪里。这个墓是后人给他立的，
人们需要一个地方去祭拜他。他的老家韩城，每年清明都有人来，来的人不说话，他们在墓前站一会儿，鞠个躬，走了。他们知道他不在这里，他在书里。司马迁写过一首诗，不，他没有写过诗，但他那封信里有一句话被人当成了诗：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他选了重于泰山的那一条路，他没有轰轰烈烈的死，他安安静静的活到写完那部书。他活着的最后几年，没有人知道他还在不在，史书上没有记载，我们只知道《史记》写完了，他可能在写完的那天就死了，也可能又活了几年，改了改，补了补，没有人知道。他把自己的结局留给了空白，空白不是没有话，空白是他不想说了，他把该说的都说完了，剩下的事情交给书，交给时间，交给以后的人。以后的人来了，我们坐在这里听他的故事，我们听过，还会讲给下一辈人听，下一辈人再讲给下一辈人听。只要还有人讲故事，史记就不会死。只要史记没有死，司马迁就没有死。他死在2000多年前，他的身体不在了，他的墓不知道在哪里，他的后人也找不到了。但每一个翻开史记的人都能看到他，他在那本书里，他不是鬼，不是魂，他是一个活着的人，坐在油灯下一笔一笔的刻。你读的时候，他在你旁边。史记里有一篇《太史公自序》，最后一句是太史公曰：于树立皇帝以来至太初而弃130篇。我写完了，从皇帝到我活着的时候，130篇写完了。他写完这句话的时候，可能松了口气，也可能没有。他可能已经不在乎了，他在乎的是在他20岁那年就定下来了。他出门远行，去看大禹的墓，去看屈原的江，去看孔子的庙。他那时候就知道他要写一部书。他一辈子没有改过主意，受了刑没有改，被人笑话没有改，关在牢里没有改。他是一条路走到黑的人，那条路很黑，没有灯。他自己给自己点了一盏，油灯的油烧干了，他添；灯芯烧短了，他拨。没有人帮他，他一个人坐在那间书房里，坐了1万多个晚上。他把那盏灯留下来了，现在你不看他，也能看到那盏灯的光。他写在《报任安书》里的一句话，后来被人刻成碑，很多人走过那座碑，停下来看一看，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15个字，他的命都在这15个字里了。晚安。如果你正在读《史记》，翻到太史公自序那一篇，最后几行字，他把自己放在所有皇帝、将军、刺客、游侠、商人的后面。他不想站前面，他站了后面，但他站的那个位置比前面高。他没有写完的那段话，后人替他补上了。补的是什么呢？是司马迁3个字。那3个字不在书里，在封面上。深夜了，2000多年前的那个深夜，灯还亮着，一个人坐在书房里，他没有名字，他叫太史公。晚安，愿你心里也有一座山，不必太高，不必太陡，能让你站着不倒下就够了。